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前面的节目，我向大家介绍了位于火星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这个小行星带后来也被称为主小行星带。之所以会在名称上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后来天文学家又在海王星轨道之外发现了一个新的天体密集带，也就是柯伊伯带。为了区别，人们就把以前发现的位于火星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称为主小行星带。柯伊伯带和主小行星带一样，有着无数的小天体。这些天体和主小行星带天体的主要区别，除了离太阳比较远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主小行星带的天体主要由岩石构成，而这里的天体主要成分则包含了大量的各种不同化学物质构成的冰。柯伊伯带的宽度比主小行星带还要宽，这里是我们在地球上能够观测到的绝大多数的短周期卫星的发源地，绝大多数的矮行星也都运行在这里。现在柯伊伯带已经成为太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想了解太阳系就不得不对柯伊伯带有所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扁平的新发现的天体带柯伊伯带。1930年，克莱德·汤博发现冥王星后不久，就有天文学家觉得在冥王星的附近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天体，否则以冥王星的质量不足以引起海王星轨道的计算结果和观测结果存在着这么大的差距。不过在那时，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很重视。1943年，天文学家肯尼斯·埃奇沃斯在英国天文协会期刊上提出了一个猜想：原始太阳星云里的物质在海王星之外分布的太广泛了，因此只能凝聚成较小的天体，而难以形成较大的天体。由此他得出结论，相对较小但数量巨大的天体占据了海王星轨道以外的广大空间，并且年复一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中的某些天体会因为引力的扰动向海王星轨道以内飞去，成为拜访太阳系的彗星之一。这也是天文学家首次提出柯伊伯带的这个概念，只不过当时还并不叫柯伊伯带。此后，随着对彗星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彗星其实就是一颗由尘埃和冰组成的肮脏雪球，它会绕着太阳做偏心率很大的长椭圆运动。当它靠近太阳的时候，太阳上的热就会导致彗星挥发性的表面逐渐升华，使它日渐消蚀，最终消失。然而，太阳系内彗星的数量却并没有减少的迹象，因此它们就必须能够得到经常的补充。1950年，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提出，在距离太阳超过5万个天文单位之外，存在着一片由太阳系原始分子云构成的区域。这片区域里的天体受到引力的扰动，飞向太阳，就成了我们观测到的彗星。后来我们知道，奥尔特假设的这片区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的奥尔特云。然而，奥尔特云的假说能解释周期在几千年以上的彗星的来源，却无法解释像哈雷彗星这样的周期在200年以内的短周期彗星的来源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的短周期彗星越来越多，而且它们的性质也不符合起源于奥尔特云的说法。1980年，乌拉圭大学的天文学家朱利欧安·费德南兹提出，在距离太阳35到50个天文单位的地方应该存在着一个彗星带。1988年，加拿大的研究团队用电脑模拟发现，奥尔特云不能解释所有的短周期彗星，特别是那些聚集在黄道平面附近的短周期彗星，而来自奥尔特云的彗星倾向于来自天空中的任意一点。如果在模拟中添加如菲尔德兹所描述的一个扁平的带状区域，就可以很好的和观测结果匹配。1992年，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测到了海王星外围的确存在着一个由矮行星、彗星和小行星以及大量的冰体组成的天体带。一开始，他们观测到一颗距太阳43个天文单位的小天体1992 QB1，这个天体直径大约是200公里，
公转周期是291年。就在发现1992 QB1 之后短短的1年里，天文学家就又发现了4颗柯伊伯带天体。再过1年，这个数量又上升到了10个。9年之后，天文学家发现的柯伊伯带天体的数量已经接近了1000个。而最让人震惊的是，发现这些天体的巡天还没有覆盖黄道的1%。直到这个时候，科学家们才意识到，在这么小的区域内都有这么大量的天体，意味着还有更多的没有被发现的天体在这个区域存在。打那以后，这个天体带就被命名为柯伊伯带。这个名字也是为了向行星学之父杰拉德·柯伊伯致敬。不过，也有人称之为艾奇沃斯柯伊伯带，而处于这个天体带的天体则都被称为 KBO。 我在介绍冥王星时就曾经告诉过大家，冥王星也是一颗柯伊伯带的天体，它在柯伊伯带算是个头比较大的。到目前为止，天文学家在柯伊伯带发现了非常多的小行星、矮行星和冰体星。如果这些冰体星受到了引力的扰动，飞向太阳系，就会变成短周期的彗星。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前面提到的太阳系内短周期彗星的来源问题。我们都知道太阳系内有8颗行星，也知道冥王星已经被降级成为了矮行星。如果您看过我关于主小行星带的那期节目，您还一定知道谷神星是主小行星带唯一的矮行星。但如果我问您，在太阳系内一共有多少颗矮行星呢？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很多朋友答不上来了。事实上，目前得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确认的矮行星一共只有5颗，它们分别是位于主小行星带的谷神星和位于柯伊伯带的冥王星、系神星、刃神星和鸟神星。在它们当中，谷神星是个头最小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估计也和木星巨大的引力有关。除了被正式确认的矮行星，还有一些候选者：共工星、创神星、冥王星和萨拉西亚。此外，还有一个塞德纳也被列为矮行星的候选者。但塞德纳可以算是个例外，前面提到的4颗都是位于柯伊伯带的天体，而塞德纳的轨道却是一个非常扁的椭圆。轨道的近日点是76个天文单位，远日点却有937个天文单位，这就导致了它的公转周期达到了惊人的11400年，真正实现了万年等一回。塞德纳是由几个天文学家一起在2003年的10月14号共同发现的。至于它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轨道，科学家们开始也挺纳闷。不过在此之后，科学家们又发现了6颗拥有同样夸张轨道的天体，这就让科学家们不得不怀疑，它们可能是受到了某种未知的巨大引力的拉扯，才会形成现在这样的轨道。也就是说，在太阳系内可能存在着一颗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的超大天体，它的引力影响着像塞德纳这样的天体的轨道。因此，就有一部分天文学家猜测，太阳系内在距离太阳非常遥远的地方，可能存在着一颗类似褐矮星的天体，它的质量大概是木星质量的5到10倍。由于距离太阳过于遥远，我们目前无法观测到它。天文学家约翰·马泰塞和丹尼尔·惠特迈尔就曾经多次表示，在距离太阳7850个天文单位的地方，有着一颗质量是木星质量5倍的天体。正是它通过引力导致塞德纳形成这样的公转轨道。但由于这个天体非常暗淡，即使能够发出辐射，也只能是红外波段的辐射，因此很难被探测到。所以即使到目前，人类也没有找到它存在的直接证据。不过有科学家提出，在地球上平均每2600万年就会发生一次规模比较大的生物灭绝事件，这很可能就和这个神秘的天体有关。当然，所有这些都还只是猜测，目前还都没有足够的证据。但如果我们了解了塞德纳奇异的轨道形成的原因之后，就很可能对太阳系的起源和早期的演化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顺便多说一句，
塞达纳会在2075年到2076年之间通过近日点，希望我的观众朋友们都能有机会看到它的来临。讲了这么多，最后对柯伊伯带来做个总结。柯伊伯带是一个巨大的甜甜圈状的空间区域，它的厚度大概是10个天文单位，内侧离太阳大约有35个天文单位，外侧则要延伸到距离太阳55个天文单位的地方，其覆盖范围超过了6500个平方天文单位，覆盖面积是相当的广。虽然柯伊伯带的覆盖范围这么大，而且它还包含了数以百万计的小天体，但是所有这些小天体的总质量也只有地球质量的10%左右。天文学家把这些数据导入到计算机里进行数值模拟，模拟的结果显示，想要形成如今观测到的柯伊伯带，则至少需要10个甚至是50多个地球质量的物质才行。这个数值和如今柯伊伯带的质量相差100倍之多。因此天文学家猜测，早期的柯伊伯带可能和现在不大一样，那时柯伊伯带的质量要比现在大得多。后来太阳系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导致柯伊伯带流失了不少物质，而导致这种流失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在远方存在着一个目前未被发现的巨大引力源。你看看，这就又回到了前面提到的未被发现的黄矮星的话题上了，这也算是黄矮星可能存在的另一个证据吧。其实直到现在，我们对柯伊伯带的复杂结构和精确的起源仍然不是很清楚。目前有一个泛星计划，这个计划直译过来就是全景巡天望远镜和快速回应系统，它将对全天空进行天文观测和光度测定，还将比较同一天区不同时间的变化，发现彗星、小行星等天体，尤其会对那些对地球可能造成威胁的近地天体会特别的关注。泛星计划未来也应该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有关柯伊伯带天体的信息。好，关于柯伊伯带，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